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大主题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川普的关税战再一次的开战了。301的老魂，这一招老招又在用，这一次横扫全球60国。原因是因为美国39兆的超高国债压顶吗？美国是在救财政，还是在自掀通膨与债务风暴？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上志哥。思敏好，观众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呢，记得先帮我们节目按赞，留言区希望跟我们互动，可以写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并且写下热推，看到热推键也帮我们按下热推这2个关键字。好，今天呢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赶快来看到的是川普这一次再启动的关税战，用的名义不一样了，是用301的关税条款。理由是什么呢？是说强迫劳动为由，一次对60个经济体来课征关税。这一招老招真的站得住脚吗？还是只是换个名目重启他想做的关税战呢？救得了美国高达39兆美元的国债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我们特别要来关心到的是，原本以为呢中美的关系已经逐渐的变好了，包括呢这次习川会，这个川普跟习近平感觉处得还不错啊，而且呢在川普离开了这个中国大陆之后，中美还成立了贸易委员会，没有想到，而当时呢中国也答应说要采购包括了美国的大豆跟波音的大单，但是没有想到川普这个脚才刚离开中国大陆，却立刻对中国加征10%的关税。这是中美谈判破局的意思吗？还是中国承诺不会兑现了？双方现在到底是合作还是互探底线？这是第二个问题。再来看到了川普这一次啊，在做这个关税战的重点原因，被专家指出，就是因为国债太高了，39兆美元，而且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包括通膨、衰退经济衰退，专家说恐怕达到35%。川普这时候重启大刀就能够止血吗？还是说会导致这个物价持续的推升？美国的老百姓本来就已经觉得压力非常大了，能够接受得了这最后的一招重击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美中的关系才刚刚看起来比较缓和了一点，川普此刻再度的翻脸，最新宣布了，因为呢有超过60个经济体没有办法有效遏止所谓的强迫劳动产品流入市场，于是要祭出关税大刀。赶快来看到了细节，包括了针对几个国家课征10%到12.5%的关税。10%的关税，这当中包括了台湾、加拿大、欧盟、英国等15个经济体。那么12.5%的关税还包括了大陆、日本、南韩、印度等等的国家。但是呢，也有针对一些的特别产品是没有收这样的关税的，甚至还下调关税10%，也就是美国现在比较需要的钢铝的制品了。8日开始就会正式的来做生效。比较讽刺的事情是，上次川普的关税战主要实施关税、课征关税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财政还有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希望能够来救美国的财政。但是呢，我们看到最高法院已经最新认定它是违法的，而且呢，美国的问题、经济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就算了，而且财务的问题还变得越来越严重，国债最新高达了39兆美元，占 GDP 的124%。这一次，川普再推301关税老招，能够救得了经济吗？那么，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是法院在裁定上一次的关税违法之后，美国海关还被要求要退还高达1660亿美元的关税。对于美国的财政压力来说，不就变得更为大了吗？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先请教聂老师怎么看呢？川普这一次动用的301，还说是强迫劳动，站得住脚吗？尤其强迫劳动当中包括的国家有欧盟哦，欧盟国家一向强调人权的，也是强迫劳动吗？那上一次的这个关税被判是违法的，他这一次还是继续用其他招，要救国债能有效吗？聂老师怎么看？好，我横平的来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哈。你说他现在用301方案来这个科其他国家的关税，到底合不合理，甚至强迫劳动这个问题，我必须先解读一下。我认为他这一次并没有很离题，而且我认为是比较保守的多了。各位犹记得，在去年4月2号，他刚开始打的贸易战，机关枪扫射全球最多的是6-7%。
64%，然后除以2，他说我给你优惠一半，34%中国，32%台湾。用的就是你的赤字，它 deficit 除你的总贸易量这个 amount of 这个 trade， 那这个是一个很离谱的数学式，但很简单，对不对？那当时呢，他就拿了一个哈佛经济学家这个数字，就说这最简单，大家看得懂，我就磕你。他当时的目的是非常特别的，他这个是打机关枪打全球，他要的东西很多。你刚刚讲的国债的问题，我想要另该谈。当然，他想要用全球做提款机，把钱拿回来。还有一个，他要求所有有制造业强的国家，不管造船业的日本、韩国，或者是台湾的台积电，他用这种方式来把它要回去，或者是用一些政治打压。Anyway， 像巴西啊、中国的做法，我现在要讲是他打得很狠，当然法院就判他这个太离谱了嘛，没过。他现在其实这是比较保守了。坦白说，在2018年3月22号打的第一个贸易战，那个贸易战打的就是301方案。各位再回去爬搜一下，3月22号非常清楚，他就是拿了一个301方案告诉了全世界。那301方案是什么？我还是要解读一下。1974年一个叫 Trade Act， 它就是一个贸易关系法。这个法的确给美国，这美国定法他说要怎样，那他就可以控制世界，其他国家是定不了的。他就给美国的 这个叫 USTR， 叫美国的 Trade Representative， 就是贸易的代表，给他们有权利到世界各国去看这些国家，你有没有在贸易的关税壁垒中去加持？如果你加了，我就要磕你。还有你在生产产品，只要有不公平，对我美国不公平的，我就要磕你的税，或者做其他的一些压制。这里面包括有3大贸易障碍，我们在教这个国际经济非常清楚。第一个就是关税，第二个叫做 quota 限额，第3个叫 subsidy， 就是补贴。那强迫劳动，你可以当做它是在你的国家强迫劳动，然后做了一个甚至补贴了部分产业出来的，这样子他的贸易代表去调查你不公平，他就可以磕你。所以我必须说明，其实这一次的川普是比较保守了，他也不敢乱磕啦，因为上次的不会过嘛，他觉得这次就非常合理了。好，我要讲的，当然还有一个跟国安有关的这个东西只是对产品。大家记得301方案，当然除了产品，他认为你有不公平的对待，还有一个就是制裁权，他觉得制裁权是很不公平的。301打的时候，那时候是强调中国的制裁权。我现在讲一个，还有一个在1962年所丢出来叫 Trade Expansion Act。叫做扩张法案，那个法案更狠啊！当然，我们232你要知道，我们的台积电或跟科技有关，就会被磕到。它是什么东西？它是跟国安有关。好了，我讲太多事，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这个科普。我现在要讲的是说，那到底这个关税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刚刚把它连结这国债，我觉得不完全尽然。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国债很可怕，从金融海啸2008到2001年是只有10兆。那么，当然在这 COVID-19 的时候就20几兆，到去年36兆，现在已经39兆，它很快会达到所谓的马奇诺防线的45兆那这45兆，美国就很麻烦了，不是光付利息啊，未来在国际的 credibility， 它的信用会大为失血，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问题，我必须说明一下，就是他当然可以拿点钱回来，这跟国债绝对是缓不济急啦。国债它要从其他地方救，但是它一定有，它只要打关税，打这些所有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有做一些他认为的不公平的贸易，所以他会去磕。他现在感觉比较合理了，但是他也还是想要拿这个做这个谈判条码。但我必须讲一下谈判的筹码。我现在还要讲最后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到这个所谓谁买单的问题，关税高了是谁买单？卖家买单还是买家买单？这非常重要，叫弹性需求。今天有个价格弹性需求，今天这个东西如果弹性需求低，美国人很想要，请问人家客关税谁买单？当买家为了要就会买单，就必须低一点。就像你刚刚讲，他会磕低一点。如果他说我可以不要，可以不要，弹性需求很高，哎呀，你贵了我就不要的话，我跟你讲，你卖家买单，否则我就不要，这就可以课高关税。跟各位报告一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不过这一次比去年和缓多了啦。好，这一场关税战课到全球60个国家，不过当中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针对于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大家特别备受关注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这个习川会在举行的时候，看起来是这个川普非常有求于中国嘛。那当时中国现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也是说可能会买美国的大黄豆跟波音。那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大陆接下来还会买这个美国的大豆跟波音吗？那采购订单还有可能兑现吗？上次哥怎么看？是的，我们首先还是要就这个301条款跟中美后来他们在北京峰会这个时间序来看。首先是因为今年2月的时候，美国其实联邦法院的部分，最高联邦法已经确定，川普想要在去年1整年，透过他个人的行政意志的这个关税高，那边关税低改来改去，已经确定把他这个权利剥夺掉了。所以随即在2月开始，其实就回到传统美国政府透过这个122条款，
贸易法当中的部分有150天，也就是在5个月当中的这个可以暂时性的关税的这个过渡，所以开始进行301条的调查。也就是说，在川习会见面的5月之前，这个301大概在2月下旬已经开始启动调查。好，而且其中调查部分是大概约莫有60多个国家。那当然现在公布的部分呢，受到关税调整要求的部分10%跟12.5%的大概是40多个国家，46个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它其实一开始跟中美贸易谈判其实是没有相关的。它就是简单讲，就是说川普还是要关税，可是这个关税没有办法就他在去年当中为所欲为，所以要回到一个政府体制。我想301条款这件事情对于台湾已经经历30多年都很有印象的，过去非常严格。但我们看这一次他这次提出这个条款当中的这个加税的部分，它有2个重点，一个部分是你生产过剩，一个部分是你刚刚讲我有强迫劳动。表面上其实就刚刚廖老师讲的，它已经很轻微了。然而实质上，其实301关税还是有内核。它的内核基本上，首先第一个还是关税作为美国政府非常重要的武器，这个没有改变。除此之外的话，它过去这个301条款在30年以前，它主要还是针对于整个供应链。脱钩美国在当中的意志，要是不让你这个不让你那里，比如说他不让你洗产地，301条款都能做，所以这个内核没有改变哦。虽然这次表面上说的东西理由比较简单。好，当我们拉回到现在在中美谈判这次，我想中美谈判当中，无论要采购大豆很多的波音的这些东西，那基本上我们要注意，在5月当中，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有一个新的框架。除了这个稳定建设性关系的这个意识形态之外，最特别就刚刚其实思敏提到的成立贸易委员会。因为以前中美只要任何的冲突，它都无限上纲，因为是川普的意志或美国政府，所以一些东西可能我这里跟你谈得好，那你跟你有冲突，大家一下子都一锅粥都烂掉了。所以成立贸易委员会是大家可以针对这个可以往前谈，比如我跟你这边杀来杀去，可是我们可以合作跟稳定采购的集中在这个贸易委员会。所以这次现在看起来就目前为止，美国刚刚宣布这个301，仿佛会去冲击，会去打破中美这一次谈判的贸易框架。然后，而且中国大陆已经表达了部分强调，又不能这个单边关税的贸易的部分状况，中国态度还是很硬的。然而，在还没有真正实践这个中美包括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前，301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对于前面辛辛苦苦川普跟习近平谈出来这个新的中美的很稳定的架构，是不是后面就为了大家用意气之争，我又不买你大豆了等等？我觉得还可以观察一阵子。但我认为，就刚刚讲这个表面上的理由，看起来应该还是有缓冲的空间。好，这一方面，现在这个贸易战，新的这个贸易战川普祭出来，恐怕会影响到全球非常多数十个国家之外，其实美国的老百姓也非常的担心，他们认为说，现在美国的通膨已经这么的严重了，会不会你再继续的对其他国家课关税，跟上次一样课关税的话，会不会通膨问题变得再更加的严重？尤其是联准会最新严正的已经指出了，光是最近几周的时间而已包括呢，他说这个影响的范围已经从强度、速度变成中度到强劲了。影响的项目包括了航运啊、包装、食品、杂货、肥料，全部都因为中东的战事而这个价格大幅暴涨。包括了这位是前Pinko的首席投资长也警告，美国的经济衰退恐怕几率上升到35%，陷入油价会引爆的是通膨的一个螺旋。最后再来就是市场预估了，如果华许未来接任联准会主席，他要面对的问题是，确实现在投资市场看起来很热，但是美国自己内需呢，民众根本不买东西啊，内需非常的疲弱那这些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那厉将军又怎么看？美国的通膨事实上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那去年通膨很明显的是川普自己苛征的所谓的对等关税，由于那时候苛征的对等关税，那后来经过统计发现，大部分的这种负担都落到这个美国自己民众的身上变成美国民众必须要付出更多的钱来缴这个关税，因为同样东西嘛，你税务增加了，那我所谓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那如果说我卖给你，我当然把关税加在你身上，除非说是你不买。那美国来讲，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他生活必需品，他们自己国内自己没有生产，所以他必须要买。所以从去年开始，由于这个川普苛征对等关税，就造成通膨就已经在慢慢加温了。但今年这个3月份开始，由于伊朗战争爆发之后，造成油价的这种
快速的飙涨。那因为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哈，他说出门他就一定要开车，每一家最少都是2部车子在那边开，不管你去上班或者到这个大卖场去买东西来讲，你都要用开车的方式。所以说油价的负担对老百姓的负担是非常重。那尤其再加上货物的运输，尤其像新鲜蔬果，你就必须要每天运输。那这个运输又是牵涉到油价的这个成本上面哈。所以美国通膨来讲，最近在从那个3月份以后，当然陆续的飙涨，到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油价之所以降不下来，也就是由于伊朗战争没办法得到一个平息。那伊朗战争没办法得到平息，油价继续上涨，那美国通货膨胀自然会继续飙涨。那这次这个川普苛征这个301的这种关税，其实是他这个对等关税被法院判定违法之后，他翻他的工具箱里面又翻出这个301关税的条款。但事实上，大家评估过这个301关税条款，事实上是它所有工具箱里面最难用的。譬如说我们现在讲的，你这个用强迫劳动的这种理由，要对别的国家苛征10%的关税，那总共有60个国家，你是不是60个国家，一个国家分别要去跟人家谈判，要去谈这件事情？那每一个国家，他们的国情是不同的，经济状况不同。你不可以拿你美国的这个劳动的标准来衡量别的国家，那别的国家当然有意见了。那相对的，如果说你同时对60多个国家加征10%的关税，那会不会又重蹈去年的对等关税的覆辙，让这些关税又加在你自己老百姓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这时候这个川普来讲的话，这个增加这关税，只有让美国的经济更加的糟糕，由于它的这个国债已经高达39兆，那靠关税这个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了。你想要靠征收关税来这个抵消你的通膨，抵消你的国债来讲，我觉得是缓不济急，也是做不到的一件事。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